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：如果你的一位朋友突然销声匿迹，那他一定是在打这辈子最硬的一场仗。但是还有一种可能，他因为过得太惨而丧失了所有装逼的力气。更惨的是，他对此并不接受。没错，我就是那位朋友。2年前，因为决策失误、经营不善、才华有限、经验不足等因素，我的初创服装品牌终于在苦撑3年后关门大吉，并且负债60万。彼时的我计划先打工还债，然后卷土重来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消失在了朋友圈。每当有朋友问起近况，我也会避重就轻地说，我现在在上海给明星做设计师呢。毕竟比起直接承认公司倒闭，这么说似乎把创业失败说得体面了一点。不得不说，上海的工不是很好打，但债务的压力确实激发了我牛马的潜力。我很快升到了总监的位置，以至于后来的辞职跟老板耗了3个月。至于为什么辞职，一部分原因是还清了债务，一部分原因是无休止的工作和大量的人际关系似乎耗尽了我的电量。看我的汗。但更大的原因是，当我发现自己面对一排排色卡，但内心无波澜时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个用10年换来的设计师身份，或许只是社会给我批的一张图。好了，失败的事情又增加了一件。你要是问我为什么过了10年才后知后觉，这个问题我也是后来才开始思考。对于从小被寄予厚望的我来说，匆匆忙忙马不停蹄地上到高中，却从未思考，从未接触，也从未辨别过我喜欢什么，我适合什么，我想要什么。只知道那年填的设计志愿是我能上的最好的大学。在准备辞职的日子里，偶然刷到了上戏周末进修班的推文，为了去班位，我果断报名。一个个镜头让我想起了曾经那些痴迷影像的日子，但渐渐的，所有的时间似乎都被工作填满。直到某天，我发现相册里全是关于工作的照片，而上次拿起相机还是2019年。What's wrong with you? What happened to the legendary Man of Steel? I thought I knew. 我想是时候停一停了。辞职成功，课程结束，打包行李，我决定离开上海，回到老家，一座4线小城。许多人不理解，觉得我浪费了大好的机会。等等，是我冲动了吗？现在距离我回到老家已经过了8个月，所以不算冲动吧。在这8个月的时间里，再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做，也没有半夜的工作消息。但最棒的是，我又拿起了相机，就是我现在正在拍摄的这台。我用它拍摄了1000多个镜头，每一个镜头似乎都在告诉我，我终于又开始看见生活了。我想，对于成功，我没有经验可以分享，但对于失败，我想说，失败只是成长的一部分，真正的意义在于我们如何解读它，利用它，并且接受它。而对于接受，我知道这真的很难，就像10年前我离开这里是因为不接受，但离开似乎也并没有让我感到快乐。我想此时
我终于解开了这个困扰我10年的问题，那就是因为当初选择离开的小女孩从来就没有接受过她自己，所以其实去哪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接受吗？如果你也正在消失，或许我们可以一起试试，先接触这片黑暗，因为当初的那个小小的你还在未来等你。